好，弟兄姊妹，今天希伯来历的2月初1，新月。那么这个星期要学习的帕拉夏叫帕拉夏，塔兹利亚。那么我们今天继续上个星期的分享，关于我们的话题具体到太阳和月亮。那么上个星期提了一个问题，关于祝福太阳和祝福月亮。那么这个星期我们进一步的学习，发现里边隐藏了很大的奥秘。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太阳和月亮的奥秘。首先，按照卡巴拉的传统，太阳的奥秘是数字28。那么希伯来文字母前面的7个字母是哪7个字母？ Aleph Bet Gimel Dalet He Vav Zayin， 对不对？它的数值1、2、3、4、5、6、7，对应的是7天创造天地。那么如果你去算7的三角形数，1加2加3加4加5加6加7等于28。所以说Torah 开篇的第1节经文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es haaretz， 起初神创造天和地，正好是7个单词，28个字母。对，这是一个建造，对吧？因为这个三角形数代表建造。7个单词，28个字母。那么这个地方隐藏的是太阳的奥秘。那么拉比在塔木德里边后来形成了一个哈拉哈，有一个规定，或者有一个哈拉哈。那么这是根据第3世纪塔木德的拉比叫谢姆埃尔他的一个天文的计算。按照拉比的规定，哈拉哈计算，那么太阳每28年完成一个周期，回到创世的第4天，也就是说每28年太阳会回到创世第4天被造的位置。那么当然是从地上去观察这个28年的大周期啊，这个28年的周期叫大周期，希伯来文叫 Machzor Haggadol。那么太阳每完成这个28年的周期，按照哈拉哈的要求，那么犹太人要祝福太阳1次，对吧？这个希伯来文叫 Birkas HaHama， 太阳的祝福，对不对？所以说这就回答了上个星期的问题。这个月亮是每个月祝福1次，祝福新月。那么太阳的话是每隔28年，对吧？所以说一个人一辈子估计也没有几次机会。28年。那么太阳的祝福祷告文其实很简单，就一句话，对吧？大家可以看屏幕，巴鲁哈塔都奈了黑努梅的好狼，耶和华是应当颂赞的，我们的神，宇宙的王。这个所有的祷告文都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3个单词是不一样的，叫 Ose Mase Bereshit， 他完成了创造之功。Ose
完成了，对吧？当然你说这个地方是这个 OC 是一个现在时态，或者说它正在完成创造之功。马塞贝勒西特，这是他的祷告文，28年，每隔28年才祝福一次，看到没有？那么上一次的祝福太阳是2009年4月8日，是当年的希伯来历的正月14，那是一个逾越节，对吧？逾越节的这个宴席。那么每次祝福太阳总是在第4天，也就是说星期三，对吧？因为星期三是第4天。那么下一次祝福太阳是28年以后的2037年4月8日。那么这是当年的正月23，对吧？这个是逾越节过完以后，也是一个星期三，第4天。那么这个地方有一张照片，这个地方的照片是上一次祝福太阳的一个照片，看到没有？所以说这个必须要在这个星期三的早晨，对吧？太阳能看到的时候，看到没有？在太阳能看到的时候，那么祝福太阳。那么这是上次2009年4月8日的一个照片。那你说为什么？对不对？这个拉比从哪个地方得出一个结论，需要28年一个周期，28年要祝福太阳一次，对吧？这里边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知道，太阳一个太阳年是365天多6个小时，对不对？那么所以说，从创世的第4天算起，星期三，每年会多出6个小时，对吧？这就意味着每4年会多出1天，所以说每4年需要加1天。那么当年的话呢，就叫闰年，对吧？那么一般在阳历是把当年的2月从28天把它变成29天，这叫闰年。那么经过7个周期以后，7个4年的周期，那就是28年，4、7、28，对吧？也就是说7个闰年以后，那么在28年期间，一共要加7天，那就是1个星期，对不对？那么太阳就回到了创世第4天的位置，这是拉比的裁定，对，就好像正好1个星期，那么对应的是创世的7天，1个星期。那么在卡巴拉传统里边的拉比传统里边，把创世的7天对应7个双字母，对吧？我们上次给大家讲了希伯来单词、希伯来文字母，分为3个母亲字母、7个双字母、12个简单字母，对不对？那么这7个双字母叫 double letter， 叫 base gimel dalet kaf pei resh tav。那么为什么叫双字母？因为它每个字母有轻重2个发音，对不对？有轻音有重音。那么你怎么样知道哪个单词发重音，哪个单词哪个字母发重音，对吧？比方说打个比方 ，bait， 对吧 ？bait 是一个双字母，就意味着它有2个发音，轻重2个发音。如果它中间有一个点，那是重音；中间没有点，那是轻音，对吧？所以说，如果你看到这个 bait， 就应该发 bait， 对吧？bait 是重音。
那么清音的话呢，就是 V， 对吧？比方说 Beit HaMikdash 圣殿是一个重音 Beit， 对吧？ Bereshit 是个重音 Beit， 对吧？Tavo 那是个清音 Vo， 这个 V 和 B 的一个区别，对吧？所有的字母，这7个双字母都是这样的，对吧？我们上次给大家分享这个 Tav 和 Sav， 对不对？比方说这个安息日2种发音，清音和重音，对吧？北方口音，这叫什么夏巴，叫什么 Good Shabbos， 它发 s， 对吧？这个南方口音，这叫做以色列的口音，叫什么？叫 Shabbat， 发一个重音，对吧？这就是它的区别，对吧？所以说这个清音拉比称它为简单字母，中间没有点。如果是重音的话呢，拉比称它为怀孕字母，因为它中间有个点，就好像这个肚子里面有了一个宝宝一样，对吧？所以说叫怀孕字母。那么闰年的希伯来文叫 Shana Meuberes， Shana Meuberes， 它的意思，字面意思是怀孕的年，对吧？所以说闰年在希伯来文的表达是怀孕的年。为什么？因为你在当年你要多加1个月，或者说多加1个天。比如说这个阳历的话是多加1个天，如果是阴历的话是多加1个月，对不对？所以说是怀孕。这就意味着7个双字母其实是7个简单字母和7个怀孕字母，对不对？那么28年的大周期里边，有7年是闰年，有7年是怀孕年，那么对应7个怀孕字母，双字母。那么在拉比传统，在卡巴拉里边，把这7个字母，就说从这个字母表前面的7个字母 Aleph Bet Gimel Dalet Hey， 这个 Vav 和 Zayin 这7个字母，把它按照我这个屏幕上的这个次序排列，代表太阳的28年的大周期。那么这个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大家看到没有？第一个字母是 Dalet 的数值4，第二个字母 Bet 的数值2，第三个字母 Zayin 数值7，第4个字母 Hey 数值5，接下来 Gimel 是3， Aleph 是1， Vav 是6。为什么要这样排列？这是拉比的卡巴拉传统告诉我们，创造太阳的第一年是第4天，对吧？因为在第4天创造太阳，对应的是什么？ Dalet 是4。那么这是第一个4年，或者说就说你这个闰年嘛，因为你4年一个闰年，第一个闰年，第一个4年总是星期4，不，星期3，第4天。那么第二个4年总是 Bet 第2天，第三个4年总是7，第7天 Zayin 安息日，接下来总是一个 Hey 第5天，接下来总是一个 Gimel， 接下来总是一个 Aleph， 接下来总是一个 Vav。 那么28年以后又回到了第4天。那么这个具体怎么计算呢？我们不清楚，这拉比传统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太去琢磨，反正我们知道就行了。那么这7个字母它是这样排列的，那么是对应28年的大周期。好，这个28年的大周期，它其实暗示在传道书的第3章第2节到第8节里边，对不对？传道书第3章第1节告诉我们 Lakol Zeman， 凡事都有时间， Ve'et Lechol Hefetz， 所有的欲望
都有一个时间。tahas hashamayim， 在天下面，对不对？在天下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时间，所有的一个欲望 ，hefes 都有一个时间。接下来，从第2节到第8节，生有时，死有时，等等等等，一直到最后，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平有时，一共出现了多少个时间？28。at 这个经文一共出现了28个 at 时间，对应28年的大周期。而且它一共出现在7节经文里边，每一节经文里边出现了4个时间 at， 对不对？生有时第一个时间，死有时第二个时间，栽种有时第3个时间，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第4个时间。看到没有？每一节经文有4个时间，一共出现了7节经文，这是对应每4年一个闰年。那么7节经文代表7个4年，完成28年的大周期，太阳的大周期28年。好，这是太阳的大周期。大家知道，每28年，太阳要回归到它最初被造的那个位置。意思就是说，你从地上看太阳的位置，这拉比算出来的，我们不知道怎么算的，反正他们算出来了，对吧？形成了一个哈拉哈，每28年祝福太阳一次，28年大周期。这个奥秘隐藏在传道书第3章第1节，或者说第3章第2节到第8节，这是太阳的大周期。那么有大周期就有小周期，那么小周期是月亮的周期。小周期的希伯来文叫 Mahazor Hakatan， 小周期。那么是月亮的19年的周期。那么你说这个周期是什么概念？这个周期并不是月亮回到当初被造的位置，和太阳是两个概念。那么这个周期是指的月亮和太阳同步啊，这是很关键。月亮和太阳同步，你说是为什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仔细来思考思考。那么神在创造的第4天，在天上放了2个天体和其他的星星，对不对？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你说这个太阳和这个月亮，那么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是用来怎么样定时间的。那么太阳，那么所有这些我们都是以人为视角，对吧？你不要说哇，这个什么这个地球绕太阳转，这个月亮绕这个地球转，这个不重要，对，这个是你在天上去看，对，谁在天上看啊？人都在地上看，对不对？那么人在地上看，那就是以人的视角看。那么太阳每天升起，每天落下，那么月亮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太阳它完成一个周期，当然你说这太阳怎么有周期呢？不地球的周期吗？这个概念，对不对？因为这个日历是人在地上观察的，对吧？你说 OK，
地球绕太阳一圈需要多久？需要365天多一点，多6个小时，对不对？所以说太阳是什么概念？太阳是1年的概念，对不对？因为太阳绕一圈，或者说地球绕太阳一圈是365天多1/4天，也就是说在太阳的运转当中，或者说地球绕太阳没有月的概念，只有日子的概念，对不对？因为每天太阳起来升起来，太阳落下去，只有日子的概念。多少天？365天，多那么一点点。那月亮呢？月亮它的一个周期是29天多那么一点点，这是月亮的周期。也就是说，月亮和太阳的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太阳定义了年的概念，月亮定义了月的概念。也就是说，阳历和月亮没有关系，而阴历和太阳也没有关系。所谓的年是太阳的周期，所谓的月是月亮的周期，对吧？所以说你在阳历里边你要说有多少个月是没有意义的，对吧？你说啊，这个我们这个日历1年365天，这个是对的。你说我们1年这个365天有12个月，你这个没有意义，你这个和月亮，你这个太阳和月亮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你就说365天就行了。那么同样道理说月亮，你说月亮 OK， 我们月亮这个月亮的一个周期29天多那么一点点，这是对的。然后你说我们这个阴历1年355天，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没有意义，对吧？因为你月亮和年没有关系，太阳和月没有关系，因为在太阳的周期里边没有月亮参与。同样的道理，在月亮的周期里边没有太阳的参与，这个太阳和月亮是井水不犯河水，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年的希伯来文叫夏纳，它的数值是355，这偏偏是12个月亮周期的日子。你说我不是刚刚讲了这个年和月亮没有关系吗？但是希伯来文偏偏暗示了年是按月亮的周期。你说开玩笑，这不开玩笑嘛，对不对？那么从这个地方，这个拉比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说这个地方是要求我们太阳和月亮的周期需要同步，阳历里边要有月，阴历里边要有年，阴阳要合一。所以说希伯来历需要将阳历和阴历同步。那么其实中国的农历也是一样的，中国的农历也是阴阳合一，对吧？中国也是要加闰月的。那么为这个伊斯兰教是不加的，伊斯兰教它是这个阴历，它用阴历，但是和阳历没有任何关系，对吧？所以说会出现什么问题？会出现季节错位。那么塔木德从下面的经文再次得到了结论，太阳和月亮要同步。这是出埃及记12章第2节，这是我自己的字面翻译。HaChodesh Hazeh Lachem Rosh Hadashim Rishon Hu Lachem Nechadshei Hashana， 这个月给你们要成为众月的头，
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地方，这个12章第2节，这个神让摩西看月亮说：“你看，这个月要给你们成为众月之首，这是什么？这是正月。”他在指着新月给摩西看，正月的月朔，新月。但接下来这个经文就麻烦了，说 Nehadsheh Hashana 要作为一年的众月。哎，你说开玩笑，这个月和年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拉比得出一个结论：月和年必须要合一。我们必须要计算一年里边有多少个月。同样的道理，月亮的月串起来了，要得出年。那么托拉就告诉了拉比，月亮的周期需要和太阳的周期同步。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对吧？因为神的设计故意给我们创造麻烦。这个月亮的周期，神把它创造出来，他故意给你来一个29天多那么一点点，29天多13个小时，就多这个1/4天，对吧？多1/4天，没有，这个是应该多1/2天，24个小时，就多半天多那么一点点。对吧？那么如果你这样去算，月亮的周期29天13个小时，那么你如果乘以12，算它一个月亮年，就大约354天，而一个太阳年是365天，多那么一点点，多6个小时，对不对？多1/4。那个月亮是这个多1/2，这就意味着这个阴历和阳历每年误差大约11天多6个小时，也就是说每年这个阴历要慢那么11天，短那么11天多一点。对吧？一年要短11天，多那么一点，这就意味着每3年，这个月亮年就要多出1个月，或者说应该少出1个月，对吧？要少出1个月，这个地方写错了，应该少出1个月。所以说，在希伯来历每3年会加1个月，那么拉比的传统是加12月。那么如果是中国的阴历的话呢，好像是加2月还是3月。那么中国的阴历它加是按照这个这个耕作，对吧？那么拉比加的话呢，它是加12月，因为这个12月的话呢，这是普尔节和这个逾越节，所以说这个东西看你怎么加，对吧？对你的哈拉哈，中国的哈拉哈是加几月了？好像是加春天吧。那么拉比的哈拉哈是加这个冬天，也快春天了，12月，对吧？因为这个拉比加在12月的话呢，还有一些另外的卡巴拉的一些方面的影响，比方说这个12月阿达尔是鱼，对应的是鱼，双鱼座，对不对？在这个黄道12宫对应的是双鱼座，对吧？所以说双鱼那就要加2个12月。加一个12月变成双鱼，所以说这个阿达尔是鱼，双鱼座。因为你双鱼座了以后就是白羊座嘛，白羊座就是那个正月 Nisan， 对吧？逾越节宰杀羔羊。好，所以说拉比的哈拉哈里边具体规定，在月亮19年的周期里边要加7个闰年。那么具体规定为在第3年、第6年、第8年、第11年、第14年、第17年和第19年，那会加一个闰月。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调整阴历和阳历的4季的误差，对吧？如果你不加的话，
那么你的春天，你的正月和这个太阳历的春天就会错位。对，因为这个四季的交替是按照太阳历，对不对？因为有这个春分、秋分，这个春分和秋分，对吧？春分进入春天，秋分进入秋天，这个夏至和冬至，对不对？夏天、冬天，因为这个四季是按照太阳，对吧？如果你不和它调和的话，那么这个正月阴历的正月，它就会不再成为春天，有可能是夏天，有可能是冬天，就好像这个伊斯兰教一样，对吧？伊斯兰教它不调，所以说它的那个 Ramadan， 它那个禁食，这个经常是错位的，一会儿又是春天，一会儿是秋天，一会儿是冬天，这乱七八糟的。但是呢，希伯来历是必须要调整，要同步，所以说每19年的小周期要加上7个怀孕年，再次出现7的周期，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10分钟以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大家休息好了，我们继续刚才的分享。那么刚才讲到了，对不对？这个月亮和太阳需要同步，对吧？所以说这个月亮的周期是19年。那么在19年里边要有7次的闰年，对吧？通过这7次闰年加了一个12月达尔以后，那么19年以后，那么这个月亮就回到了和太阳当初同步的这个位置，对吧？所以说在诫命出埃及记12章第2节里边要求以色列人祝福新月，那么确定当月的月朔，对吧？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节期在妥拉里边的节期都是按照阴历，对吧？正月15，这个正月14，正月15，对吧？这个7月初1，对吧？吹角节，7月初10，这个赎罪日，7月15祝棚节，所有这些节期都是按照阴历。但是呢，妥拉同时规定了，那么逾越节必须在春天，Aviv，对不对？祝棚节必须在秋天，对吧？你说这个春天、秋天，这个和月亮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太阳，对不对？太阳的春分、秋分，太阳的周期，对吧？所以说，为了保证逾越节在春天，祝棚节在秋天，那么阴历和阳历必须要同步。所以说19年里边要加7个闰年去微调，对吧？每19年月亮和太阳同步，它的4季就同步了，对不对？那么这个19年的月亮的周期，拉比称之为小周期 Mahzor Hakatan， 对吧？那么19年的小周期里边有12年是简单年，对应12个简单字母，有7年是闰年，就是怀孕年，对应希伯来字母的7个双字母。看到没有？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7个字母双字母设计的，不管是太阳的周期，太阳的28年的周期是4个7，那么还是月亮的小周期是12加7，那么都是7
因为这个七双字母，希伯来字母的双字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进一步的深入的学习。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属于哈拉哈，对不对？哈拉哈，那么告诉我们月亮的周期、太阳的周期，对不对？太阳这个28年一个大周期，那么月亮的话呢，19年一个小周期。那么这个太阳的大周期是回到了受造当初的位置，那么月亮的这个19年的周期，它并不是回到当初受造的位置，而是和太阳同步同步。那么这个究竟是隐藏了什么奥秘？那么接下来我们从更深层来给大家分享太阳和月亮究竟隐藏了什么奥秘。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太阳的周期定义年的概念，一年的时间，年的希伯来文叫夏纳。月亮的周期是定义月，一个月的时间，那么月的希伯来文叫 Hodesh。 那么年的意思夏纳是重复什么叫重复？就是千篇一律没有新鲜的事情，那叫重复。年太阳没有新鲜事，而月亮的这个希伯来文，就月的希伯来不是月亮，月 Hodesh， 它代表新，它的意思是更新，新 Hadash， 对不对？要给耶和华唱新歌，希尔 Hadash， 新约圣经，对吧？新约叫 Brit Hadashah， 新的意思。所以说月亮，月代表更新，代表推陈出新，而太阳代表没有新，重复。天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情，对吧？所以说传道书1章第9节告诉我们说，马些哈亚户些有业，那么曾经发生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我马些那萨户些亚塞，那么已经做的事情，那么将来还要做。Ve'en ko hadash tahas ha shamesh， 那么在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事情，看到没有？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事情，因为太阳是小纳，代表重复，但新的事情 hadash 那是月亮 ，hodesh 月，对不对？所以说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情。它更深的一层意思是太阳下面没有月亮，什么意思？暗示了太阳和月亮的双子之争它的本质是太阳和月亮的双子之争。那么太阳和月亮的双子之争，它其实从创造天地的第4天就有了。创世纪1章第6节，大家可以看屏幕。Vayas Elohim es shenei hameros hagedolim， 那么神就创造了2个大的天体，创造了2个大的光。Es hama or hagado ne memsheles hayum， 那么大的光它就管白天。Es hama or hakatan ne memsheles halayla， 小的光就管晚上。vs 哈口哈位，还有星星。
那么这节经文里边，首先两个大光体，它缺了3个 vav， 看到没有？在这个光体里边缺了2个 vav， 这个大这个地方缺了1个 vav， 缺了3个 vav。那么缺了3个 vav， 那么从这个地方拉比知道残缺了，暗示了双子之争，对吧？所以说拉比有一个相当经典的解经，说太阳和月亮被造之初是一样的大小，但后来的话呢，月亮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月亮说啊，造物主啊，这个天上怎么可能2个王带1个冠冕，对吧？按照我们中国话说，怎么可能1山不容2虎，对吧？神说 OK， 你说对了，那么月亮你变小吧，对吧？把这个冠冕给太阳，那么月亮就被变小了，对不对？那么后来为什么这个拉比解经说为什么月朔要献赎罪祭？是神在给自己献祭。神说我当初把月亮给变小了，我感觉有点内疚，对吧？所以说每个新月要献赎罪祭，是神自己给自己献的，是神自己帮自己献的，拉比的解经，对不对？那么但其实你如果从地上看太阳和月亮，你看不出来一个大一个小，对吧？基本上是一样大的，对吧？你只有改变视角以后，比方说你坐太空飞船跑到天上去了，你才看得出来，哦，原来太阳那么大，月亮那么小。但是如果你从地上看，太阳和月亮是一样大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设计都是以人为视角，对不对？其实在这个太阳系里边，这些星球怎么样的一个大小，怎么一个安排，其实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地上看到了什么，对不对？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个舞台戏，对不对？那么舞台戏的目的是给观众看，观众是坐在下面，对，你在下面坐着，你看舞台上在演戏，那么这是对的。你不要跑到舞台后面去看，你跑到舞台后面去看，你看的就是东西不一样了，对不对？你跑到舞台后面去，你说啊，这个桌子是那样摆的，椅子是那样摆的，原来是这样弄，怎么和我们在这个观众席看到的不一样？对了，这个演戏的目的是给观众席看的，并不是让你跑到后面去看的，跑到天上去看的，跑到房顶去看的，对不对？一个道理。整个太空，这些星球、月亮、太阳、星系，所有这些，它的整个布局的目的是给地上的人看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在地上看，你看月亮和太阳是一样大的，对不对？你不要跑到天上去看了，对，你跑到天上去看，你说这个太阳比月亮大多了。但是尽管如此，对吧？这个神都是神的设计，为了保证人在地上看到太阳和月亮一样大，那么太阳的半径也好，直径也好，比月亮大400倍。但同时，神把太阳比月亮离这个地球的距离把它放远了400倍，是吧？所以说，尽管太阳比月亮大400倍，但是太阳比月亮远400倍，对吧？所以说，从地上看，太阳和月亮是一样大的，对不对？如果不这样的话呢，你就看不到日全食了，因为这个日全食是月亮把太阳给挡住了，对吧？如果你这个月亮比太阳小，你怎么挡太阳？你怎么看日全食？对吧？所以说这一切都是设计，对不对？都是神的巧妙的设计，所有这一切的布局，它的大小等等等等，都是给地上的人看的。好，那么这个地方隐藏了一个极大的奥秘，
对不对？这拉比说这个月亮被变小了，对吧？那么月亮自己没有光，要反射太阳的光，月亮被变小了。那么从哪个地方妥尔暗示被变小了？两个大光体显雷哈梅欧罗斯哈给斗令，它出现了3个缺省的 vav。那么如果你把这3个缺省的 vav 给它恢复，显雷哈梅欧罗斯哈给斗令，把这3个 vav 给它恢复，你去算它的数值，等于1116，这就意味着2个大光体太阳和月亮的平均数等于多少？等于558。这是雅各和以扫的数值，双子之争就露出了水面。看到没有？双子之争首次出现在第4天的太阳和月亮，太阳和月亮是双子之争。更令人震惊的是，如果你把这个光体，对吧？还没有 rose 恢复2个 vav， 因为它缺2个 vav， 你恢复2个 vav 以后，这个光体是复数，所以说是2个光体。你把它展开，你把它展开以后，你去算它的数值等于多少？1171，正好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数值 Yahadus not Rose。 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发现，对不对？双子之争的本质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之争，太阳和月亮之争的本质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之争。太阳代表的是基督教，代表的是以扫，这是大光，对吧？在托拉里面这叫大光。月亮代表的是犹太教，雅各，这是小光，对吧？一个叫做哈梅欧尔哈嘎豆，大光，这基督教；一个叫哈梅欧尔哈卡烫，这小光，这是犹太教。月亮被变小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数目是大大的超过了犹太人。犹太人是个很小的一个宗教，它的人数很少，而月亮它的阴晴圆缺是代表犹太人的流亡，对吧？你甚至可以说这个月亮有4个月相，对吧？阴晴圆缺，对不对？代表犹太人的4次流亡。那么如果我们算数字更令人震惊。刚才我们讲了小周期，小周期的希伯来文叫 Mahazor Hakatan， 这是月亮的周期，你算它的数值不多不少425，这是犹太教的数值 Yahadus， 这个太令人震惊了。那你说基督教呢？大周期和小周期放在一起，我Mahazor Hagado， 我Mahazor Hakatan， 大周期和小周期放在一起，加在一起，它的数值等于746，基督教的数值。那吃路是，对吧？所以说，就大周期还得不出来基督教，还必须要大周期和小周期合一，才能得出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它并不能够独立犹太教，因为基督教它的本质是犹太教的一个延续，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它是一个数字而已，它并不是独立出来的，它的源头是犹太教。所以说基督教和犹太教它如果合一了，就是大周期和小周期，大周期小周期同步了。那为什么大周期和小周期要同步？那才是基督教，对吧？所以说你如果基督教要去批判犹太教，那不叫基督教，对吧？你基督教和犹太教必须要同步，才叫基督教。那你说为什么基督教被称为大光？因为它传福音，对吧？以扫是行走于田野里边的猎人，那是大光。那你说为什么犹太教被称为小光？因为犹太拉比的这个托拉的光是不外传的，这是口授一代传一代，隐藏起来的，对不对？只能传给犹太人，这个外邦人是不知道的，对吧？我们现在你说末世了，当然都知道了，但其实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就我们以色列渔民知道，但是基本上这个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犹太教里边这个传递的这些光，所以说那些小光被隐藏起来了，对，因为雅各他躲在帐篷里边学托拉，他不在田野里边，不像以扫在田野里边打猎，打猎就传福音啊，对不对？抓猎物，对，传福音就跟打猎一个概念。这个犹太人他不传福音，他躲在帐篷里边，躲在自己的这个学堂里边，也希瓦里边，社区里边，他自己学习，他不外传。那小光，对吧？所以说这个大光和小光要合一啊，这个大光和小光要同步啊，对吧？大光和小光合一，那就是弥赛亚的光，对不对？托拉里边称太阳为大光，叫哈马尔哈嘎豆。那么托拉里边称月亮为小光，为哈马尔哈卡汤。大光和小光，哈马尔哈嘎豆，为哈马尔哈卡汤。你算数值，等于716。这就意味着两个光的平均数，月亮太阳的平均数等于多少？358。弥赛亚的数值马西亚，对不对？这是相当令人震惊。那么太阳的大周期是多少年？28年。月亮的小周期多少年？19年。两个周期去相乘，28乘以19等于多少？等于532，是耶稣的名字展开的数值532，对，也就是说，让太阳和月亮同步，它的原动力是弥赛亚耶稣。也就是说，弥赛亚耶稣能够让太阳和月亮同步，让犹太教和基督教合一。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考察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会发现他既按照太阳的周期，同时也是按照月亮的周期。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两个周期的合一，对吧？比方说马太福音第1章17节告诉我们，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或者被掳巴比伦14代，从被掳巴比伦流亡巴比伦到基督到耶稣出生14代，看到没有？出现3个14，这就意味着从所罗门到耶稣是28代，对应太阳的大周期28年。
那么这是太阳的周期。那月亮的周期呢？从亚伯拉罕到所罗门是15代，所以说亚伯拉罕是初一的新月，我们叫月朔。所罗门是15的满月，对吧？我们叫月望。那么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上升为顶峰、鼎盛时期，对，所罗门做王，以色列是鼎盛。但所罗门去世以后，那么月亮正月15以后，15的月亮，对不对？就开始残缺了。所以所罗门去世以后，以色列王国就分裂为北国和南国，分裂了，残缺了，月亮残缺了。那么直到亚伯拉罕的第28代，那就是被掳巴比伦犹大王约雅斤，对吧？中文翻译成叫约雅斤，希伯来文叫耶侯亚恨，对吧？耶侯亚恨是末代王，最后一个王，对吧？他被这个8岁这个做王，做了几个月就被这个被掳巴比伦了，对吧？好像他的这个眼睛也被弄瞎了，黑暗，说他代表黑暗，他眼睛也被弄瞎了，因为28天以后，月亮进入完全的黑暗。对不对？月亮的周期嘛，28天、29天是黑暗期啊，对吧？接下来才是初一，那么初一就是出现了新月，对吧？所以说他眼睛也被弄瞎了。但他的意思，他名字的意思很有意思。他的这个约雅斤，这个中文我们希伯来文叫什么？叫耶侯亚恨。亚恨的意思是建造，对吧？雅金。对不对？波阿斯雅金，雅金是建造的意思。耶和亚恨，耶和华建造、建立，他的名字叫建造。你说开玩笑，他不是被毁灭了吗？还建造？对了，毁灭的是耶和华，建造的也是耶和华。建造总是死于废墟之中，新月总是出现在黑暗之中。复活的前提是人必须要先死，一个概念，对不对？月亮进入黑暗期就好像死亡，死亡的目的是为了使人复活，月亮进入黑暗是为了能够重生，新月，对不对？所以说耶和华要建造，他的第一步是要毁坏，对吧？所以说这个约雅斤是末代这个皇帝，对，被毁灭了，为的是建造。那么约雅斤14代以后，那么耶稣就降生了，对吧？所以说约雅斤是黑暗，那么耶稣降生是第14代，第14代是15的满月的前一代，对吧？还不是满月。那么对应的是亚伯拉罕的第14代大卫，对吧？所以说叫弥赛亚，大卫的儿子。如果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被接受，被犹太人接受，那么月亮就会进入月望，满月，对吧？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这个世界的罪，那么耶稣并没有被接受，那么这个满月被延迟了2000年，要等到他第二次来才是满月，月望，对应第15代所罗门，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对吧？所以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称为大卫的儿子。那么到那个时候，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月亮将被恢复到被造之初的荣耀。那么这是以赛亚书30章26节。维哈亚尔哈内瓦纳，
Keor Hahama， 对吧？到那个时候，月亮的光要像太阳的光一样，为 or Hahama Yeshiv Asai， 而太阳的光，对不对？要乘7倍，或者说乘7。Keor Shiv As Hayami， 就仿佛7天的光一样。什么意思？就好像创造天地的7天的时候的光一样，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告诉我们，那么将来月亮要恢复，要像太阳一样，对吧？那么说月亮的光要像太阳一样，太阳的光，那么不单单告诉我们月亮要和太阳同步，更重要的是要恢复到和太阳一样的亮光，对不对？所以说传道书它的第28个有时 at 是和平shalom，对吧？最后一个有时是和平shalom，那么同所罗门的名字，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和平，对吧？shalom，只不过呢，所罗门是阴性，小龙是阳性，对吧？所以说传道书第3章第8节 ，et milchama ve et shalom， 战争有时，和平有时。而传道书的第一个有时，传道书3章第2节 ，et naledes ve et namus， 生有时，死有时。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生有时，死有时？那么这个是暗示新月。为什么？因为新月的希伯来文叫 molad。 molad 什么意思？ molad 的意思是出生的意思，对吧？ leda molad 同一个单词，对不对？所以说当传道书的第一个有时是生有时，出生，代表新月。传道书的最后一个有时，第28个有时是小龙平安，对应的什么 Shlomo 所罗门满月，看到没有？这个传道书里边的是28个有时啊，这是太阳的周期啊，结果变成了月亮的周期，看到没有？本来这个28年是太阳的大周期，结果，对吧？把成了这个月亮从新月出生 molad 到 shalom shlomo 代表满月，月望，对吧？所以说从这个地方你发现传道书的28个时间不单单是太阳的周期，同时也是月亮的周期，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提到一个出生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英文版圣经里边，对吧？特别是 KJV 里边，这个有一个概念叫做 begotten of God， 对吧？这个中文的话呢，把它翻译成叫神生的。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希伯来文 begotten of God 就是神生的，它的希伯来文叫做 moledes Elohim， 神生的 moledes， 这个地方也是新月的概念，对不对？ moled 嘛 moled 出生的。那么 moledes Elohim 你算它的数值等于566，正好是弥赛亚约瑟的儿子的数值。马西亚和本尤塞夫566，对吧？如果你算他的Atbash moledes Elohim 你算 Atbash， 它的数值等于771，这就意味着两个单词的平均数是386，耶稣的数值，
对吧？相当令人震惊。所有这一切的巧妙的设计，这个人是不可能把它这个设计出来的，人不可能的超越了人的智慧和能力。那么其实如果你仔细去体会，你会发现马太福音它的28章，一共有28章，它其实是对应传道书的28个时间。你仔细去体会一下，对吧？比方说马太福音28章，它的第1章讲的是什么？讲的耶稣的家谱，这是对应第一个时间，生有时家谱就出生了嘛。第2章是讲的希律王杀婴儿，对吧？代表什么？代表死有时，对吧？有生就有死。第3章马太福音第3章是施洗约翰出场，这叫什么？这叫栽种有时。那么第4章讲的是魔鬼在旷野引诱，这叫什么？这叫拔出所栽种的有时。第5章马太福音是登山宝训，宝训什么？是训诲，训诲希伯来文叫穆萨尔，训诲就是管教，对吧？这是杀戮的概念，所以说是杀戮有时。那么第6章是继续的训诲，但最后不是最后，中间出现了主导文，主导文是祷告，这是什么？这是医治有时。那么第7章就结束了训诲，但是最后的一个比方是什么？是沙土上的房子倒塌，这是拆毁有时。那么第8章是行神迹，比方说医治赶鬼，这是建造有时。那么第9章继续行神迹，但最后有一个总结，对吧？什么总结？说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这是什么？这是哭有时。那么第10章是打发12个门徒传福音，这是笑有时，对吧？第11章是提到施洗约翰怀疑耶稣的身份，那么耶稣给他的回复是什么？我们向你们吹笛子，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哀痛，你们不捶胸。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啊，对吧？第12章法利赛人求神迹，那么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没有神迹，除了约拿的3天3夜。什么意思？这叫跳舞有时。你说为什么叫跳舞有时？对吧？因为我向你们吹笛子，你不跳舞，对不对？现在这个法利赛人反过来要向耶稣吹笛子，就是你给我一个神迹啊，我才信你。耶稣说你要神迹，我不给你，对吧？你现在向我吹笛子，我给你吹笛子，你不跳舞，意思我给你传福音，你不信，对吧？那么现在你法利赛人你要转过来向我吹笛子，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一个神迹啊，对不对？你给我一个神迹，我就相信你了呢。耶稣说没有神迹，不给你跳舞，对不对？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跳舞这是有时间的，对吧？我现在没有神迹，对吧？只有约拿的3日3夜。什么意思？死人复活的神迹是要留到最后的大手笔，对吧？我现在不给你，为什么？因为跳舞有时。那么第13章是天国的比方，这叫抛掷石头有时，意思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相信的，对，天国的比方很多人都不信的，对不对？抛掷石头，把它抛了，不要石头了，对吧？那么第14章是5饼2鱼的神迹，这是堆聚石头有时，对不对？招聚这些人，对吧？通过神迹招聚他，叫堆聚石头有时。第15章继续教训和行神迹，出现了7饼小鱼的神迹，这叫什么？这叫怀抱有时，继续怀抱，用神迹去怀抱。那么第16章这个教导是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叫什么？这叫不怀抱有时，把它抛弃，对吧？要防备抛弃法利赛人
和撒都该人的教。那么第17章是西门到海里边去钓鱼交丁税，这叫什么？这叫寻找有时，对吧？去寻找鱼。那么第18章出现了100头羊里边有1头羊走丢的比方，这叫什么？这叫失落有时，对吧？羊走丢了。那么19章出现了关于遵守诫命的教导，对吧？一个这个年轻人说我应该怎么样做，我都该遵守的遵守了。那么讲到了要遵守诫命的教导，这叫保守有时，保守，对吧？守mar就遵守诫命的意思。那么第20章，耶稣告诉门徒自己要被交给祭司钉十字架，这叫什么？这叫舍弃有时，对吧？你要把我舍弃了。那么第21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对吧？这叫什么？这叫撕裂有时。那么第22章将2条最大的诫命，对吧？要爱神爱人，把它归纳总结为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这叫什么？这叫缝补有时，把它缝补起来，总结起来。那么第23章结尾的时候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叫什么？这叫沉默有时。为什么？因为接下来是预备2000年的流亡。从今以后你们不再见我，我要沉默。2000年的沉默，2000年的流亡，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分享过，沉默是流亡，说话是救赎，对吧？所以说第24章是预言弥赛亚第2次来的征兆，对吧？无花果树的比方，这是什么？这叫说话有时，什么意思？沉默是流亡，说话是救赎。从这个地方就知道了，接下来要进入2000年的流亡，最后说话的时候就是救赎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逾越节的奥秘是什么？是说话的奥秘，救赎。那么第25章继续打天国的比方，将绵羊和山羊分出来，怎么分的？看他们有没有爱心，对不对？绵羊，对吧？你有没有爱心？给穷人这个钱，给饥饿的人给他吃，没有衣服的人给他穿，这叫绵羊，把它分出来，对吧 ？Chesed 对什么？对爱有时，对吧？第26章这个最后的晚餐。犹大出卖耶稣，这叫什么？这叫恨有时，对不对？这个出卖耶稣是恨，对不对？无故的恨，对吧？说26章犹大出卖耶稣是恨有时。那么第27章耶稣总算钉十字架了，这叫什么？这叫战争有时，对吧？钉十字架是什么？是战争，战胜了肉体，战胜了撒旦。那么第28章是死人复活，3天以后复活，这对应什么？对应第28个时间，和平有时，对吧？这个耶稣的死怎么样？修补了人和神之间的隔阂，在人与神之间领入了和平。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传道书28，这个传道书里边出现的28个时间，对不对？它不单单是对应太阳的28年的大周期，它同时也是对应月亮的28天的这个周期，这不叫小周期，因为小周期19年，月亮的一个周期28天，但同时这28个时间对应的是马太福音的28章，对不对？马太福音的28章是完全按照太阳的大周期写的，同时
也是按照月亮的周期写的，是吧？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这里边这个太阳和月亮里边隐藏的奥秘，对吧？太阳和月亮双子之争，太阳对应的是基督教，月亮对应的是什么？犹太教。那么尽管今天这个犹太教和基督教叫井水不犯河水，对吧？两个中间有一道鸿沟，但是拉比在哈拉哈里边，他还真的要让月亮和太阳同步，对吧？这个并不是拉比希望的，因为这个妥儿是这样诫命的，对不对？你必须要同步。那么所以说，神拆毁，神建造，对不对？神创造了双子之争，那么最后是神给双子之争带来和平，对吧？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对吧？神的美意。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结束，接下来我们休息10分钟到15分钟，再给大家自由提问。好，大家休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回答问题。好，第一个问题，祝福汉语本意求神赐福，我们祝福太阳，也是求神给太阳福。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益处是什么？下面问题776钟点数，对的，是钟点数。好，下面一个问题，请问麦基喜德怎么理解第二个？什么叫麦基喜德怎么理解第二个？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下面问题，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割礼怎么理解？那么割礼的话呢，就是把羊皮去掉，对吧？这个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这羊皮就代表一个障碍，一个屏蔽，对不对？一个面纱，把羊皮去掉，露出冠冕，对吧？那么这是这个理解。那么其实最简单的理解，这是一个诫命，对不对？那么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在那个塔木德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一个罗马的皇帝挑战拉比行割礼，对不对？那么罗马的观点认为，凡神创造的都是好的，对不对？这个神创造人，人一生下来就有羊皮，这是好的，为什么要去掉？对吧？他这个挑战拉比，拉比怎么回答？拉比拿了一捆麦穗，又拿了一块饼，对吧？面包，问这个罗马人，他说：“这个麦穗和面包哪个更好吃？”但是面包，麦穗怎么吃啊？拉比说：“麦穗是神创造的，对吧？因为从地里面长出来，这个人没有加工。面包是麦穗成熟以后，麦子成熟以后，人必须要去磨面，然后要和面，要加水，还要去烤，那么最后才能烤出饼来，对不对？什么意思？
神创造了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需要人去把它完成。这个麦穗是神创造的，但不能吃，需要人继续与神同工，对不对？把这个面粉磨出来，然后和面，然后烤饼，最后才能吃。同样的道理，神创造的世界是不完美的，需要人进一步的去完善，对吧？所以说，神创造人有羊皮，羊皮是神创造的，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的，需要人去把它割掉，那么就完美了，对吧？这是一个拉比的解析。下面问题，请问数字2、3、6、7、10都可以在生命数里边找到对应，那么数字12可不可以在生命数找到对应？那么你可以这样理解，对吧？尽管生命数的话是10个属性，但是因为你要不就没有算这个冠冕，要么没有算知识，你把冠冕和知识都算进去，那是11个属性。那么11个属性，你把整个11个属性把它算作1，那不就变成12个了吗？也就是它合一以后就是12了。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标准的思维，对吧？拉比的一个思维，对吧？所以说也能找到12，所有的属性合一就是12。下面一个问题，洪水灭世没有灭鱼，又有吞约拿的大鱼，得人如得鱼，153条鱼等等。圣经里面的鱼有什么属灵的含义？那么这个有很多种解析。在塔木德里边有很多标准解析，比方说，在塔木德里边把鱼比作以色列人，比作犹太人，然后把水比作 Torah， 对不对？那么，所以说有这样一个比方，或者说这样一个讲解。那么，正如鱼必须要生活在水里边，那么以色列人必须要 Torah。如果鱼从水里边给拿出来了，就脱离了 Torah，那鱼就会死掉，对吧？这是一个标准解析，对吧？鱼必须要有水，对吧？那么你才能够这个有生命。所以说，以色列人必须要有 Torah， 那么才能得生命。这是第一种解经。第二种，那么鱼的话呢，它的代表这个生养众多，对，所以说把这个以法莲比作地上的鱼，对不对？所以说以法莲比作地上的鱼是生养众多，因为以法莲 Ephraim 它的词根就是生养，对吧？所以说鱼代表数目巨大，生养众多，对吧？所以说鱼的话呢，总是代表选民，对吧？它的数目极大，那么代表这个选民的这个受招的这个很多得救的，对不对？那么另外从这个洁净食物的角度来说，鱼是最属灵的。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你吃的东西，这些活物分为3大类：地上的、天空的和水里的，对不对？那么，地上的和水里的，那么是2个极端，中间地带是天空的。什么意思？最不属灵的、最粗糙的是地上的，对吧？所以说地上的你要吃的牛和羊，它的宰杀的要求相当的严格，对吧？必须要放血，等等等等，还要看它
这个内脏里边有没有这病症，对吧？这很严格，对吧？因为这个牛羊的话呢，是地上的这个动物，那么是最血气的。那么空中的就鸟，对吧？鸡也是属于鸟。鸟的话呢，它没有牛羊那么严格，对不对？所以说它属灵一些，比牛羊更属灵。它的宰杀等等等等，没有牛羊那么严格。那么最不严格的是鱼，鱼的话根本就没有宰杀的要求，对不对？死鱼活鱼都可以吃，对不对？所以说吃鱼的话，只要是有鳞，对吧？有这个鳍有鳞，它没有宰杀的要求。为什么？对吧？难道你不担心它的这个血液里边的灵魂要怎么样怎么样吗？没有，因为鱼的话是最属灵的，对，越属灵，那么律法的要求就越宽松，对吧？所以说鱼和兽是两大矛盾体，中间的连接地带是飞鸟。下面一个问题，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桶碑，就是拉结的碑墓，到今日还在。怎么样解经这节经文？35章第20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35章第20节。好，创世纪35章20节。ויצב יעקב מצבה על כברסה, כי מצבס כברס רחל עד היום，对吧？这个问题是怎么解经？那么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一看也没有什么解经，你说这个是怎么解经？对不对？我们看不出来什么花样，对不对？这个这简单字面层就立了一个这个没差，立了一个碑。这个简单字面层我都，你说有没有奥秘层？那当然有，对吧？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这个东西你要学习啊，对吧？你突然问我一个经文，我看了一下也看不出来一个花样，对吧？这个东西需要学习，所以说我没法回答你。下面问题，请问历代志下讲述一代又一代的君王为什么呈现善与恶不断的交替循环？是否是同一个灵魂在不断的轮回与修补？这个没有听过说法的，对吧？没有听过同一个灵魂在那个地方修补了，这个东西不知道，对吧？这个神他的设计，对不对？这个东西不知道。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初熟节正月16对吗？这天吃无酵饼就算是过了对吗？那么这个东西，这个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关于这个初熟节有个误区，这个估计是受到了这个弥赛亚教会的影响。在妥拉里边，当提到初熟节的时候，这个是指7节，对不对？就3月初6，没有这个正月16的什么节期的说法，没有。这妥拉的简单字面层没有，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个误区，很多基督徒都以为是这样的，你找不出这个妥拉的根据的，对不对？
除非你要超越字面层解经，你说 OK， 那是第一天属俄梅尔，那是一个初熟节，这个没有这种说法的，对吧？你可以解经那样解，但是这个字面层没有这种说法。初熟节就是七夕节，对吧？因为七夕节是小麦成熟，小麦成熟是初熟节。这个正月16的话，你献俄梅尔，那叫大麦成熟，对吧？没有听说过正月16是初熟节的说法，对吧？所以说这个前提，这个出发点，这个就没有依据，对吧？我知道很多弥撒亚教会喜欢这样讲，这个听起来比较，这个好像，这个很，但是你这个东西找不到依据的，对不对？除了你说卡巴拉去讲，这个我们还要研究。对吧？或者有一天神会打开我们的眼睛，发现哎，真的正月16是一个初熟节，但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依据，对不对？那么这个吃无酵饼的话，这个7天无酵饼，你至少要吃1天，对吧？你就算吃了，这并不是说过的节，过节是这个的第1天、第7天要守为安息日。那么在这个节期当中，你要除酵，你要吃无酵饼，对吧？但并不意味着你7天都要吃，7天3顿。那么只要第1天吃了就可以了，或者有1天吃了就算你吃了，对吧？并不是算你过节，是算你吃了啊，吃无酵饼。下面问题，怎么才能让不信主的早日信主？我们能做什么？你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你就传福音就行了，对不对？这个圣经告诉你要传福音，那你就传福音就行了，这是你唯一能做的，该传福音。下面问题，他们要倒到刀下，又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就是外邦人占领耶路撒冷，它有一个日期，什么事情都有定好的，对不对？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定期，定好的时间，对啊。比方说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进入迦南地，那是定好的，75岁，对不对？这个他什么时候死，那也是定好的。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下埃及的定好的，什么时候出埃及定好的，210年以后。对，摩西什么时候领以色列人出埃及，80岁定好的，对不对？这个以色列人是这个什么时候出这个旷野，这个也是定好的，40年，要走40年旷野，对不对？什么时候这个所罗门要建造圣殿，这也是定好的，对吧？什么时候这个王国要分裂，也是定好的，日子要满了以后才能发生。对，什么时候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也是定好的，对，你不可能提前，也不可能推后，对不对？这个耶路撒冷要放在被外邦人践踏要多少年，这也是定好的，对吧？就包括今天这个，你说这个圣殿山被这个伊斯兰这个穆斯林占领多少年，也是定好的。那日子没有满，你和他急没用的，对不对？甚至就包括什么时候要有多少人得救，也是定好的。那日子没有满，数目没有满，你急也没用。对，就好像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太人不会接受福音，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这也是定好的。对，就好像马太福音里面说，一个人有100头羊，有1头羊走丢了，他也要去找他，因为数字是定好的，数目是定好的，时间是定好的，对不对？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也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要多少年要给外邦人践踏，这是定好的。但你说能不能知道？这个当然不能让你知道，对吧？什么时候能够知道？满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满了以后，就好像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对不对？你不可能知道的，提前知道是不可能的。什么时候知道？钉十字架死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他
这个计划完成了。那么计划完成了，那就可以让你知道了。下面问题，有牧者发投资赚钱的预言，说是神启示的，但却又失败了，怎么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分辨？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这个人这一辈子，对不对？你是贫穷还是富贵？你是这个，你每年要赚多少钱？等等等等，这都是定好的，这你急没有用的，要定好的，对不对？所以说，不管是投资也好，怎么样，你心态要放好。如果你赚钱了，那是神的命定；你亏钱了，也是神的命定。对，这个和牧者发投资赚钱的预言，这个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牧者给你发投资赚钱的预言也好，还是这些商人给你发这个广告也好，都一个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对吧？你说除非这个先知能够下来告诉你，提前告诉你说你要赚100万，这东西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你说能不能发生？也有，我们不排除它的可能性，但是一般你不要依靠这种神迹，对吧？因为神一般不会通知你的，对吧？除非是这个一些特殊情况，对吧？一切都是自然规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对吧？你是投资也好，还是怎么样，还是打工也好，对不对？你这辈子要赚多少钱，这是定好的。所以说，你钱赚多了也不要高兴，那是神给你的；你亏了也不要在那儿忧郁，那也是神给你定好的。所以你不管是赚钱也好，亏钱也好，都是神的美意，你都需要感恩。为什么？这个以前给大家讲过，对不对？亏钱并不是坏事情，对吧？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比方的，因为这也是神帮你化解灾难的一种方法。所以说，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都是神的美意，对吧？以前给大家讲过，我们再重复一下，快速一点，对吧？有个人从所罗门那里知道所罗门有一种鸟会说话，预测未来，对吧？很高兴要所罗门给他，所罗门说我不要给你，要影响到你的生活。他说你给我 OK， 给他了。那么第一天这个鸟儿说话了，就说 OK， 你们家的那头牛要死了，那怎么办？提前把牛给卖了，没有亏，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说哇，感谢神。第二天那个鸟又说话了，他说你们家房子要失火，马上把房子给卖了。结果房子卖了1个星期以后，这个房子真的失火了，但他没有亏啊。你说开玩笑，这不是好事情吗？第3次那个鸟又说话了，他说你要死了。你说开玩笑，那我怎么办？去找所罗门，所罗门这个鸟说我要死了，那看来我真的要死了，有没有化解的方法？所罗门说这个早就命定了你要死，但是神给你预备了2条出路。第一条出路是让你家的牛死，让你亏损，对不对？把你赎回来，结果你把牛给卖了，对吧？你这个结果今晚这个牛也死了，但是你把钱给你没有亏损了，对吧 ？OK， 这个天使不满意了，对吧？撒旦继续控告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神说 OK， 再给个机会吧，怎么样？让他房子失火，对吧？帮你赎罪偿命。结果你把房子也给卖了，那怎么办？那现在这个天使在上面，这个撒旦控告的很厉害的，那没办法了。
对吧？你只有死了，那没办法，就只有死了，对吧？所以说你不要去动歪脑筋，对不对？任何事情发生都是好的，或者说让你赚钱，其实并不一定好。但你说大家都喜欢赚钱，对吧？那么希望神给我们赚的钱都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发生的坏事情并不一定都是坏的，对不对？有可能，不是有可能，很明显的，如果你是神的选民的话，那是神帮你开了一条道路，帮你避开你在灵界里边已经预定好的一个灾。所以你应该感谢神，甚至你要感谢这个牧者，你说谢谢你让我亏了，对不对？化解了我的危险。下面问题168这个数字什么意思？这个一下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对吧？下面一个问题，这个牧者是信这个马门的吧？这个我们不知道信不信，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神的工具，都是神的工具。下面问题，能讲一讲数值展开和阿特巴西怎么做的？那么这个你要有希伯来文的知识，对不对？这个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了，你必须要懂希伯来文，对吧？比方说 Aleph 一个字母，它的名字是 Aleph Lamed，叫 Mele，说错 Aleph Lamed Pay， 它名字啊那叫。对不对？这个以前给大家讲过的，反复讲的。展开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这个中文翻译，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字母的名字，每个字母都有一个名字。Aleph 就是 Aleph Lamed Pay， Beit 就是 Beit Yud Tav， Gimel 就是 Gimel Mem Lamed， 对吧？ Dalet 就是 Dalet Lamed Tav， 对吧？你这个你要懂希伯来文，你自然就知道了。对吧？嘿，那么嘿有3种，既可以是嘿嘿，对吧？又可以是嘿 Aleph， 又可以是嘿 Yud， 有3种方式。Vav 的话也有 Vav 有2种方式 ，Vav， 对吧？也可以是Vav 有3种方式 ，Vav 可以是 Vav， 可以是 Vav Yud Vav， 也可以是Vav Aleph Vav。Zayin 的话呢，只有一种方式 ，Zayin Yud Nun Zayin， 对吧 ？Het 或者 Het Yud Tav。对吧 ？Tet 是 Tet Yud Tet， 对吧 ？Tet Yud Tav， 对吧？这个 Yud 那是 Yud Vav Dalet， 对吧？这个每个这个字母它有它的名字，对吧？这就是展开，对吧？所以说你把耶稣的这个希伯来文叫 Yeshua。Yud 信 Vav Ayin， 那么你把这个 Yud 展开，那就是 Yud Vav Dalet。你把这个信展开，就是信 Yud Nun， 对吧？你把这个 Vav 展开，因为这个 Vav 有3种展开方式，所以说耶稣展开有3个数字，对不对？那么你可以把它最简单的叫 Vav 把它展开。那么 Ayin 的话呢，那当然是 Ayin Yud Nun， 你算一下523就算出来了，对吧？每个字母它有一个数字。好 Atbash 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Atbash 对不对？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Aleph， 最后一个字母是什么 Tav， 所以说这个 Aleph 是 Tav 的 Atbash， 那么这个 Tav 又是 Aleph 的 Atbash， 这个也要你要懂希伯来文，对吧？你一下就知道了。下面一个问题，割礼是神给以色列的一条诫命，耶稣说来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不能废去，要成全。理解经义吗？这个经义也要理解，但是具体涉及到要你做的，你也要做啊，对不对？下面问题，割礼在不同时代含义不一样，保罗时代割礼就皈依犹太教，对，这也是对的。所以说，那受割礼的和没有受割礼的区别，但在诫命里边，割礼和犹太哈拉哈是不一样的。下面一个问题。启示录13章说，地上的国成为我主耶稣的国，主耶稣传的天国的福音，天国和地上的有什么异同？那个一个概念，天上的这个国，为什么说天上有国？因为天上国的话，这个天使都是很顺服的，对，在天上
都是顺服的，因为他没有自由选择，没有自由的意志。在地上的话呢，都是不顺服的，因为在地上的人他有自由意志，对不对？他看不见神，他有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不信神，甚至可以选择各种选择。对，所以说神的终极的计划是让天上的国下降到地上，也就是说地上会像天上一样顺服，对不对？那么这个唯一的方法怎么样？就说你要知道地上不顺服的根源是什么？是撒旦呢，对吧？撒旦在那地方引诱，那怎么办？很简单，这个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千禧年要把撒旦捆起来1000年，你把撒旦捆起来了，当然就没有人引诱人犯罪了，人就不犯罪了嘛，对不对 ？OK， 所以说你把撒旦捆起来，那么这个地上的人不就顺服了吗？那么地上的国就建立了，对不对？那么所有人都能认识创造天地的神，那就这个国就建立了。下面问题，当时人们普遍没有基督教的概念，耶和华神是犹太人传出来的，所以必须要先入犹太教才能得救，对的。所以说要先割礼，对吧？也找拉比办手续啊。下面问题，看来犹太教、基督教水和油的关系，这个还其实这个说水和油的关系其实不恰当，对不对？因为这个水和油是不能合起来的，这个油比水轻，要飘在上面，对吧？所以说犹太教和基督教什么时候合一？那这个问题很简单，什么时候合一？耶稣第2次来就合一了，对不对？这有可能性吗？那如果耶稣能回来，那么2大宗教就能合一，对吧？到最后合一就没有宗教了，都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下面问题，终结究竟恢复的完整之以色列及以色列渔民是否2者结合？那么以后都是以色列，对吧？都是以色列。下面问题，圣经提过为别人祷告代求，我们可以替人认罪吗？可以这样做，对不对？这个你向神祈求，你怎么样祈求都可以，对不对？这个说白了，归根结底就是看你和神的关系，对吧？拉比告诉我们说，有3种关系，一种是仆人和王的关系，对吧？你在神面前这个战斗，对吧？胆战心惊，对吧？你是仆人，神是王，对吧？你向他祷告，那么你祷告的话呢，那很正式，对不对？对不对？这个说话很严谨，对吧？害怕说错了，对吧？因为你的关系比较不是很亲密。第2种关系，儿子和父亲的关系。那么儿子和父亲的话呢，那么这个要看了，对吧？比如说这个儿子不成熟的话，倒是可以无理取闹，那么这个父亲也会宽容你，对吧？你长大了的话呢，那么反正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就亲密了一点，但是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隔阂，对吧？最好的关系是什么？妻子和丈夫，对不对？那么妻子和丈夫，你想想那个关系就亲密了，对不对？我们是妻子，神是丈夫，那你说这个妻子向丈夫要求什么？丈夫难道肯不给他吗？对，这个妻子给丈夫说：“老公，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这个老公难道还会拒绝他吗？对吧？你拒绝他不是好老公了，对吧？说归根到底，神与人的关系就看你自己，看你自己怎么样定位你和神的认识的关系，你的亲近关系，你和神是仆人和王吗？是儿子、儿女和父亲吗？还是妻子和丈夫？最亲密的关系是妻子和丈夫。对，如果你和神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那你说你求什么，丈夫难道会不允许吗？不同意吗？对吧？妻子爱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对。下面问题，请问咒语是什么原理？就咒诅啊。为什么不信的人也可以通过咒语做法，信神的人可以说咒语吗？那么不信神的人用咒语的话呢，是通过邪灵撒旦巫鬼，对不对？
那当然可以了，对不对？邪灵、撒旦、污鬼，对不对？这些，比方说这个邪灵，它也需要受贿，这个受贿的。对，不说了吗？这个邪灵和天使，对吧？有3个地方一样，有3个地方不一样。对，哪3个地方一样？都有翅膀，可以飞，从这边飞到那边，对不对？都能够听见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所以说，不信神的人，他可以通过邪灵，可以通过污鬼去咒诅人，这可以的，对不对？那么被咒诅的人，那很显然肯定是功德欠缺的，对吧？如果你功德不欠缺的话，再凶的污鬼也拿你没办法。对，所以说诗篇里边说，在你右边有1000啊，在你左边有1000，在你右边有10000，但却都不能靠近你。对，因为神在保护你，所以神的选民是不应该惧怕任何邪灵污鬼的咒诅，因为他不可能靠近你，对吧？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要用邪灵污鬼咒诅，那肯定你是拜偶像的，那你肯定不是神的选民，对不对？那么你咒诅的也不是神的选民，所以说如果是挂牌的选民，那是有亏欠的。归根结底，如果你要咒诅别人，那你是用邪灵污鬼，对不对？这是妥拉禁止的。那么被咒诅的人如果能够受到伤害，也是因为有亏欠，对不对？所以说信神的人，你为什么要说咒语？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要祝福，不要咒诅，对不对？把咒诅留给神，祝福给你自己，对不对？如果你去咒诅人，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信心。为什么？你相信，你不相信神会行使公义，你才会去咒诅。你说我咒诅恶人，不错，你咒诅恶人，那神干嘛去了？你说啊，我老是看不到恶人受审判，这个东西，神创造天地6000年，因为还有1000年的这个千禧年，那么长时间，你急这么几年干嘛？那说明你没有信心啊，说明你不认识神啊。对，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你急那个干嘛？对不对？咒诅让神去咒诅，你不要去咒诅，因为你咒诅的话，你有可能会惹火上身，你自己最后吃不了兜着走，对吧？因为神的这个作为是良气还良气，如果你祝福人，你也会蒙祝福；如果你咒诅人，你也会受到咒诅。下面问题，请问箴言23章26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将心归给耶和华。在图拉里面怎么样呈现的？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行出来？将心归给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里边每天想的都是要怎么样去行出神的旨意。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道路什么？神的诫命，因为道路是行走，对吧？神的诫命，你要喜欢神的诫命，对吧？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那动歪脑筋啊！这个保罗说这个地方废掉了，那个地方废掉了，那叫动歪脑筋，对不对？什么叫废掉了？一天到晚说废掉了的话，那就是不是喜悦神的道路，因为诫命就是神的道路，对不对？你怎么在现实生活中行出来？每天想的是怎么样去让神喜乐让神去怎么样去取悦于神，就做事情要让神开心，那就意味着你不要去犯罪。你说我怎么知道怎么样犯罪？妥拉诫命，那就是道路，把它行出来。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要去打歪这个动歪脑筋，对不对？你动什么歪脑筋？一切都给你预备好了，你动什么歪脑筋？该怎么样怎么样。下面问题，野兽复数 hayus 翻译成希伯来语计算数字，对不对？ hayus ha het 是8，
，Yud 是10 ，Vav 是6 ，Tav 400等于多少？424。Hayus 424，对吧 ？Het 是8嘛 ，Yud 是10，Vav 是6，再加400，那不是424吗？对吧？下面一个问题，最近中文自媒体传言查尔斯是假弥赛亚，这个说法怎么看？那么这个的话呢，我倒没有去关心它，对吧？因为很多时候我跟你说，大家都传的一般都是不真实的，对不对？一般真理总是在少数人手里边，对吧？大家都在传，那肯定就不真实了，对吧？所以我没去仔细去考察，反正这个查尔斯也不是一个好人，肯定不是好人的，对不对？但你说是不是假基督、假弥赛亚，这个看吧，这个东西不知道，对吧？他肯定不是好人，这一点我们知道，对不对？但是不是这个敌基督，这个就不知道了。下面问题继续脊椎疼痛祷告。下面一个问题，正月16，简单字面成初熟果子当作摇祭，字面意思并不是一个节日，对的。下面一个问题，如果牛羊得病了，是基因工程改造的微生物定向生产的抗生素药品，这样的牛羊算污秽不洁吗？那么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个哈拉哈里边没有这种规定，对不对？这个牛羊它洁净与不洁净和你吃什么东西没有关系，对不对？洁净的定义是什么？有2个特征，首先它的蹄要分蹄，要分叉，第二它要反刍，只要具备这2个特征就是洁净的，对不对？你什么维生素什么乱七八糟的吃了那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属于它的定义。这图案里边并没有说啊，如果牛羊得病了吃维生素算为不洁净，没有这种说法，对不对？洁净与否是看它的特征，对吧？因为神的设计就保证了牛羊不会吃不该吃的，对吧？记得以前英国的疯牛病，为什么会有疯牛病？为什么牛会发疯？因为他们给牛喂了它不该吃的，因为牛是吃草的，你给它喂了其他的东西，牛就发疯了，对不对？如果你给它喂什么东西不该吃的，那牛会死去，会发疯，那当然你就不能吃了，对吧？但如果一个健康的牛，这个宰杀了以后，里边也没有什么病变，那么就是洁净的，可以吃的。下面问题，基督教是大光，犹太教是小光，是生命律例，是生命圣灵的律是光吗？那么这个光的话呢，它是一种比方，对不对？因为这属于属灵的概念。比方说弥赛亚是光，对吧？那当然不是日光，并不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光，它是一种比方。这个比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没有更好的单词去描述，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物界的人，我们的这个经历是有限的，你没有属灵的经验，你没有属灵的经验，怎么样用灵界的言语给你传达信息？没有办法用一个这个灵界里这个物界里边可能最属灵的就是光了，打个比方而已，对吧？来自于神的都是光，对吧？基督教是大光，犹太教是小光，是生命圣灵的律是光，都是光，妥拉也是光，律法也是光，弥赛亚也是光，对不对？所有的都是光，来自于神的都是光，对吧？下面问题，有些医药、医学、工程、微生物可以用于制药产业，但这种微生物的直立 DNA 可能被人篡改。那么这个的话呢，哈拉哈里边我们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讲解，对吧？是这个东西神也没有给出来，这个你说难道神不知道这个末世人会搞这些东西？他肯定知道啊，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洁净与否
图拉里边很明确的是看它的特征，和它吃什么东西没有关系的，对吧？包括你 DNA 被人篡改了，那又怎么样？对吧？我看它有没有特征啊，对吧？按照拉比的标准解经，如果猪要反刍都可以吃，对吧？你说今天猪当然没有反刍，对吧？猪的蹄是分的，但是猪不反刍。但如果你把猪的基因给它更改了，或者你也不用人去更改，这个拉比解经说，为什么猪的希伯来文叫 Hazir， 对不对？猪的希伯来文叫 Hazir，Hazir 的意思是悔改的意思，回归的意思。什么意思？拉比说，这个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么在将来，猪也会回归，什么意思？猪会悔改。将来在千禧年，这个猪也要改变它的天性，也就是它的 DNA 要被改变。你说是人改的，神改的不知道，估计是神改的。但不管怎么样，到千禧年，这个猪的基因要更改，以至于这个猪它也要反刍啊！如果猪要反刍了，而且它的这个脚也分体，那就是洁净的，可以吃猪肉了。对，所以说现在很多犹太人在祷告早日吃猪肉，对吧？就在看这个猪什么时候能够反刍，对吧？如果猪可以反刍了，就可以吃猪肉了。下面问题，对，诫命要求尽心尽力、卫生，吃的精益，没有麻烦，那么去了解，不吃那种不吃饭，出去吃饭别人炒过烧过猪。下面一个问题，是生命的灵释放了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啊？对啊，圣灵让你脱离罪和致死的律，什么意思啊？让你顺服神的诫命。你不顺服神的诫命，你就继续犯罪，对不对？下面问题，基督教是大光，我对生命律例的你弄不明白，耶稣和生命的圣灵律，我觉得是光，都是光，凡来自于神的都是光。下面问题，请问撒旦是不是不顺服神的私欲？对的，在人的身体里边，不顺服神的私欲，犯罪的欲望就是撒旦。下面问题，男人是女人的头，没有丈夫的女传道人在侍奉中会不会受影响？那么这个当然是不好，对吧？首先一个，这个你去这个，对吧？你没有丈夫的一个，这比较麻烦了，对不对？这个女人要嫁人的，对不对？对吧？你是单身的也好，还是怎么样，对吧？但除非你说真的是很老了，60、70岁了，这个没法改嫁，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一直就没有结婚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什么丈夫这个去世了，还怎么样，对吧？如果当然你年轻的话，你要改嫁；但如果你年老的话，那保罗也说了，如果年老的话，你就也没有必要改嫁了，对不对？你就没法生儿子，那你干嘛改嫁？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呢，那是有点麻烦一点，对吧？尽量避免。下面问题，生物技术越来越厉害，是不是讲弥赛亚要靠近？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这个人，这个科学技术越发达，这就意味着人这个所谓的神学和这个科学就会合一了，对不对？这个科学家这个经过了几千年的奋斗，终于爬上了一座高山，发现这个穆斯拉比已经在上面等了几千年了。下面问题，神是光，神的国是光之国。下面问题，如果结婚以后发现妻子不是处女，可以发誓一辈子与该女人只有婚姻证书但不床事吗？这种毒誓违反，当然违反律法了，对不对？这个连这个约瑟，对吧？这个和玛利亚结婚以后，发现玛利亚不是处女，他怎么做的？对不对？他怎么做的？他是相当敬畏神的。那你说 OK， 圣灵感动他 OK，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如果你发现妻子不是处女，这个并不意味着他就怎么样，各种原因造成的，对不对？那么你这个东西你不要去那么太毒了，
这种读的话，最后伤害的是自己，对吧？这叫律法的字句，因为律法的字句废掉了律法的精义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结束。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散会的祷告。